70次了。我老爸过世的时候负债600多万，还了35年。哪有什么小笼包一个月可以还100万呢？不可能的事情，都是靠赌博的啦！你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啦。出来做生意好的话，人家就检举，警察就来开单了，所以就开始就跑给警察追了。工专的学生，他们就叫要领餐资啊，因为这个地方2个钟头又跑了，2个钟头那个地方又跑了，一天跑了好几次。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技工师傅来，他来跟我讲的，他最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个里面的话，馅料是用什么做的才会好吃？他就这样跟我讲。隔天我就自己做来吃，跟吃好之后就开始卖了。这1个礼拜就大排长龙，别人要来跟我学，都拿30万、50万、100万来，我差不多90几个我都没有教他们，就是这样。你就是要用老面下去发酵，就是比较软、比较 Q 啊，不像那个新面做出来是硬硬的啊。而且老面做出来的还有一种那个酒香的味道。喜欢当然是会喜欢的，因为这个其他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这个自己一个就可以做了，所以也不用请人了。这个就是要分段的，眼睛要看得准了，不要像人家说要用磅秤。才会知道说这一颗有多大有多重。你用眼睛看，你就说每一颗都是一样大一样大就好了。那用称的，那称到什么时候？现在就等它发酵就可以包了。这个就是豆豉，这个是改良的那个凤尾葱啊，这个口感最好的啊，吃起来最好吃的啊，果肉比较厚一点，这个带有甜味不会很辣。为什么这个要挑掉？这个叶子老了，粗粗的，这个咬下去哦，会塞那个牙缝。他说你吃的话就要吃这个，它的肉扎实的。你只要材料哈，你不偷工减料的话，都一定蛮好吃的。最怕就是说你生意好的话，你就开始偷工减料了。我像30几年做到现在啊，客人来说，老板你蛮厉害的，30几年前的口味到现在都一样。当然了，你不要偷工减料都一样啊，怎么会不一样？就是早上买的鱼浆。以前因为整体的社会气氛和大环境的状态的，常常那种做饮食的人，他都会被简化成它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或者是它是一种谋生的技艺，然后就被人家叫做这油汤呢。然后甚至有一句话叫做油汤谈，油汤价，我们谈这可以价，就是好像说你已经退无可退，你的人生只剩这一件事情。以前开那个印刷厂、制版社、小吃部、自助餐，那个汉堡店，那时候我一个月就赚了100多万，怎么心情会不好？后来就倒闭了，负债好几亿，几乎1个月了，每一个月都要还100多万了，利息就53万多了，所以你想想看要怎么还？也没办法，技工师傅就拿那个
就送给我一本那个无字天书啊，就开始读那个六合彩啊。他说一方面在做啊，一方面就在赌啊，要赌要做，要赌要做。如果没有遇到技工师傅了，我就跑了。顺其自然的啊。虽然外面以前我做了很多行业，我都会做了，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这个只有很单纯的，就是那个线要做一做，那个弄一弄，就没事了。像这样的人，他如果曾经做过10几份工作，然后在他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有没有可能他反而是另外一种壮游？我觉得其实这些人的生命能量非常的强。就是你看到他在这边，你好像会误以为说他一直在这里，其实他是去过了很多地方之后，才选择再回来这边。那时候也是一个机缘呐，然后想说，那时候也是经济也不太好，想说，哎呀，小孩子也长大了，然后就说，哎呀，去做个小生意这样子，一直想说，看人家在赚钱呐，在路边摊啊，我们也想说来做个看看这样子，啊，也不知道说，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东西呀，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就会去找神明看看。就去请教神明说，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刚开始我们想说要去做那个，臭豆腐，他说那个不好，很臭。抓饼，他说抓饼也不好啊，因为抓饼太多人做了。我说要做什么？他说就是小小一个啊，然后2个字的，然后我们就在猜，然后他说是汤包，那要做汤包，我说那我自己一个人手也不够啊。就我讲，咱2个来讲家做好不好？安尼，所以讲就这样，2个戆啊，都爱做安尼。其实是一张白纸，连汤包成什么样都不晓得。所以说学了3个月还不敢出来啊，已经每天一直包哦，已经吃了100多斤的肉，还不敢出来呢。是我老公的那个同学说，好的，可以出去了，我们很怕哦，说不知道怎么开始，真的很怕。结果就写2个地方给师傅选，结果师傅说来这边，这边因为以前这边很荒废啦，一来做的时候有一个客人说你们头有坏掉，怎么跑到这个荒郊野外在做生意？结果还是师傅对。我拢把肉点拢改翻了，你一定爱给它提水的。我们一定要比较上等的肉，都是前腿肉吧？前腿肉的肉比较细，是我们要细致的肉。结果前腿肉就是伊幼细，但是伊筋足济。这一片是肉筋，然后里面是全部都是瘦肉，我们也要把这个瘦肉拿出来。看到白白的有没有？这个就是肉筋，顺着它的纹路把瘦肉切出来。肉筋看路很痒，嚼不断啊，吃起来的话，汤包里面的肉筋就口感就不好。等一下的话，就是这些肉筋我们会下去汆烫煮菜头汤，很单纯哈。就加个咸度，然后再加个皮冻，蒸出来就有汤汁。
们是强调皮薄馅多又有汤汁。那一天还有一个客人，他吃一吃了才在问哦，说他自己本身是在做汤包，可是他们的皮包了都会破。一看我们在赶，哎呦，你们都这么薄，怎么包起来包那么多馅又不破？当然这是我们的那个秘密啊，不能讲啊。如果葱把它拌下去的话，葱就会烂烂的；如果又经过冷冻出来的话，葱花就不太新鲜。所以说要包的时候再加一点点下去，提味一下，蒸出来的葱就很新鲜。而且在吃的时候，就吃到一点点的那个葱香味。想不到说我们刚开了半年的时候，医院大早风就肝癌就走了。那时候心态就不一样哦，本来是想说我们今天赚200、100、200，给小孩零钱都就存着很轻松的那种心态，结果那时候就心情就比较沉重了，不怕病没使啊。我就想到他，从今以后就要靠他一个人，要一个刚上大学，一个刚考上高中，都是等你开钱的时阵，生意一定要做起来，迄种心态啦。那时候就是经济不好才去请教师傅的嘛。你看师傅就说叫他回做修行业，好像他知道结局会这样，就这样找另外一条出路这样。师傅你不敢号一个名，结果他说2粒豆啊，爱发芽哦，所以讲发芽就是这个豆哦，很简单，又好记又好叫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媒体来访客人说，你们吃的汤包怎么样啊？他说不输台北的鼎泰丰。我说就这句话就这样，大家就传着说我们是嘉义的鼎泰丰。市面上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小笼包，一种就是类似小包子的小笼包。那我们后来呢，最有名当然就是类似鼎泰丰这些江浙包子。那小笼包已经变成一个代表台湾的味道。鼎泰丰是1958年由我们的创办人杨秉仪先生所创立。那一开始鼎泰丰是由行起家，后来才慢慢转型成做面点和小笼包的生意。我们的创办人杨秉仪先生就是杨爷爷，在创立鼎泰丰油行之前，其实是在恒泰丰油行担任送货员，然后是向鼎美油行批油。所以后来当恒泰丰油行不再开业的时候，杨爷爷就自己成立了鼎泰丰油行，这也是杨爷爷表达对老东家的感念。后来1972年左右，因为瓶装沙拉油问世，所以慢慢的传统油行的生意就受到了冲击。那当时候杨爷爷接受朋友的建议，把店面一半卖油，一半卖小笼包经营的理念上是希望能够真材实料，童叟无欺，所以就慢慢的小笼包受到越来越多客人的欢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结束了油行的生意，正式转型成卖小笼包跟面点。我
们在现场还有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就是擀皮。像我们新人在学的时候，有时候身体就会特别的僵硬。老板他就会进来摸着我们的肩膀跟手背，会稍微摇一摇，提醒我们放轻松。平均一张皮可能7下要擀完。外围薄到微翘，中间要有一定的厚度在，需要很好的稳定度。只要没有擀好，蒸完之后，它的汤汁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流失。擀皮它是一个最辛苦，然后也需要很好的经验累积的一个工作。他们的皮公克限46克，然后你要捏18折。其实台湾的面食文化都是外来的哦，大量的这个面食文化开始进到台湾，其实是国共内战的关系，所以国民党的大批的军队，那带着中国各省的面食的文化到台湾来。国共内战之后，我们冷战就开始了。冷战当然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就很深刻。那么2次战后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嘛，美国为了防堵中国共产党还有苏联，所以美国把很多小麦制成的面粉运送到东亚地区，为了援助台湾。那台湾其实一开始吃面食非常陌生，所以会有很多农村指导委员会的机构到台湾的乡下说，你们要吃面食啊，吃了面食才会像北方的那么高大啊，长得哈多汗啊等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面粉的制品嘛，我们有包子啊、面条啊、刀削面、大饼、葱油饼、馅饼。那当然还有我们现在被台湾人或是全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所知道的那个小笼包或是小笼汤包这件事情。鼎泰丰在1993年的时候荣获美国《纽约时报》评选为世界10大美食餐厅这是鼎泰丰第一次在国际上被看见。当时日本派人来邀请杨先生，是不是能够把鼎泰丰带到日本的时候，杨先生一开始是拒绝的。但因为经不起日方一再的盛情邀请，所以杨先生当时就想说，那出一个难题好了，请日本人派人过来学习。一开始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凭感觉，小笼包这样子包好像可以了，但是因为日本人在学习上其实非常的注重步骤，也就是在这样子互相讨论跟交流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把小笼包的 SOP 给定出来。所以杨先生后来就依照当初的约定，让鼎泰丰进到日本。说小笼包其实它代表台湾，我觉得它也很珍贵。你如果说它要有一个比较高级餐厅式的这种饮食消费然后可以跟国外去宣称那是台湾味的一种。另外小笼包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可能就是你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味道。所以它有很个人的生活记忆的层次，它也有国家代表性的一个标章的一个层次。所以小笼包我刚刚讲的落地生根在这个不同层次上面，充分展现了我们台湾这种饮食多样性的一种样貌。